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《基督这本书导读第17。这一段我们还是讲的是美白啊。那上次讲过美白的部分，你必须考虑说，只要它在变黑，事实上它就是在发炎。那只要在发炎，你就不应该去找更多的发炎因子啊，就是说去做果酸然后做雷射哈，你应该优先把皮肤养好。然后第二段的时候，我们也告诉你说，正确的防晒是减少发炎的因素，而不是给它更多东西。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擦防晒，可是能够的话是尽量做防晒的动作，比如说戴帽子撑伞，而且中午不出门这样。那今天要讲到第3个 section 哈，就是谈到擦了隔离霜以后，上妆会不会比较不容易伤皮肤哈？我想这个部分是这样子，对一个正统的皮肤科医师来说，我们不会同意彩妆的，那更不可能同意 BB 霜这种东西的哈。那各位不要忘了，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天然酸性保护膜哈，事实上是皮脂加汗水加角质哈。然后这个部分你可以看看，就如果这个东西因为太干燥而堵塞哈，或者我们好不容易有个酸性保护膜，然后你把它粉体把那个油水吃掉，你粉体把油水吃掉了，那这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说，这个霜对皮肤有没有伤害？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哈。就是我们先不谈 BB 霜里头的成分，我们先不谈成分，光是它的我们说的防晒哈，我们说的粉体，我们说的彩妆，这些东西它都有可能让皮肤变得更干燥，不是吗？而对于一个已经发炎的皮肤、长斑的皮肤，你给它更干燥，难道不是风险吗？再来，我们要回过头去谈隔离霜的最原始设计哈。隔离霜的最原始设计是彩妆界认为说，隔离后续彩妆对皮肤产生毒性或刺激反应，对吧？那就表示大家都知道彩妆对皮肤有伤害哦。可是，既然彩妆对皮肤有伤害，你怎么会一方面又想要上彩妆，一方面又问皮肤科医师说，我上了彩妆后皮肤会不会好？当然不会好啊！这样你们很大声 ，OK 好。那再来，还有一些 BB 霜哦，在这一阵子的潮流，现在已经又过去了。其实，如果你年纪够大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有很多潮流来炒一炒，然后就不见了，那就表示那个潮流是错的，好吗？前一阵子还有人说什么擦了 BB 霜以后可以温和滋润啊，巴拉巴拉巴拉。BB 霜就是隔离霜，隔离霜就是不要让东西进去，温和滋润就是让东西进去。我现在又发明一个又可以让东西进去的，不让东西进去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奇怪？你听得懂吗？让东西进去的，不让东西进去，我都听不懂，你怎么会听得懂呢？对吧？再来，还有一些厂商说，可以很轻易的卸除非常强力的 BB 霜，这有点像让我们想起以前那个矛跟盾，有没有？一个人他又卖矛，说他的矛可以刺穿天下最利的盾，然后一个人又卖盾，同一个人他卖盾，然后他说他的盾可以防御最利的矛。现在请你告诉我，如果这个 BB 霜它很凶，会塞住，那有东西可以卸掉它吗？恐怕是卸不掉的，因为它的附着力很好啊。那如果既然有东西可以卸掉它，你猜它会不会连你原来的那个汗腺呐，里面的那些正常的皮脂膜都伤掉？所以，在一个已经长青痘、已经堵塞的皮肤上，你还要上妆吗？不讨论了哦。所以下一期我们要再讲的是，你真的了解你的皮肤吗？那个会从第18开始，然后讲的是皮肤的整个生理学哈。不过这个部分我相信你们比我还熟了哈。其实大家都很熟了哈。然后这里头最有趣的是，有人问我说，吃胶原蛋白有没有用哈？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肌肤监测了。那今天先跟各位讲到这里哈，希望各位在美白的部分永远记得一件事情，事实上斑有分好几个部分，然后你经常见到的发炎后色素沉淀其实只有一种。好，然后你继续的让它受伤，然后继续的擦一些粉体的东西，你可能让皮肤更干燥、更卡斑、更干燥而产生更多发炎，然后去做果酸、去做雷射，都可能让更发炎的东西更发炎、非常发炎，然后就产生新生雷射素。我相信这不是你要的，好吧？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们接下来会有机会再讲到第18讲。